1983年，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通过政变上台，因为其反美倾向，导致美国布什政府和诺列加的关系愈发紧张。随着80年代逐渐进入末期，按照巴拿马运河条约规定，巴拿马运河应当在1990年归还巴拿马，但是布什政府不愿将如此重要的运河交给一位独裁者，于是正义事业行动应运而生。1989年12月15日，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尉在巴拿马被杀，这一事件最终成为美军进攻巴拿马的导火索。5天后，正义事业行动正式开始。然而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就在行动正式开始之际，三角洲也在巴拿马进行了一次人质营救行动。这一次行动甚至可以说是正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兵，今天咱们来聊聊酸性策略行动。科特·缪斯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，他持有美国国籍，但是却成长于巴拿马城。他曾在美国陆军服役，但是退役后仍然选择返回巴拿马。他在这个国家有自己的生意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和巴拿马人甚至没有任何区别，尤其是他也一样痛恨国家的独裁者诺列加。缪斯在诺列加时期建立了一个小型电台，24小时播放反诺列加信息。在战争爆发前，缪斯的电台甚至还破坏了一次诺列加的演讲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巴拿马当局专门从东德和古巴请来专家，追踪到了缪斯的电台信号。缪斯也因此被捕，他被关押在巴拿马城的莫德罗监狱，这里位于巴拿马国防军 PDF 总部附近。缪斯的妻子是一位美国国防部雇员，这让缪斯享有一定的特权。一名美国军医得以前往医院检查缪斯的身体，检查结果非常糟糕，缪斯被剥夺睡眠整整3天，被迫观看其他囚犯在他面前被施以酷刑。有一次他甚至差点被枪毙。莫德罗监狱的情况同样糟糕，这里1925年才建立，理论上最多容纳250名囚犯，但是缪斯入狱时，监狱里已经被塞进了1000多人。他在这座监狱里居住了9个月，囚室内唯一的家具就是一张2英尺厚的泡沫橡胶床垫，他还没有放风的机会，只能在囚室内活动。这样的日子无疑是无比煎熬的。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下，缪斯很快变得无比憔悴，骨瘦如柴。军医给出的结论是缪斯随时有可能死亡，这最终促使白宫决定尽快营救他，而这个任务落在了三角洲的头上。160特种航空团则负责运输任务和空中掩护。行动正式开始之前，三角洲需要先了解任务地点的具体情况，这项关键的侦察任务由那名美军军医负责。三角洲也由此了解到监狱的构造、内部情况、哨兵位置以及人质关押位置和可接近路线。CIA 也在行动前对监狱周边展开了全方位的情报搜索工作。美国陆军甚至在佛罗里达州的艾格林空军基地修建了一座1:1的监狱建筑。随着信息不断汇入，这座训练建筑的内部细节也愈发完善。三角洲就在这里接受训练，从直升机降落屋顶到炸药强行破门，再到进入后的射击，全部都是实弹和实爆。建筑物一次次的被破坏，又一次次的被修复，三角洲则一次次的往复训练。行动于1989年12月20日正式展开，三角洲的狙击手和侦察员则在19日就来到了监狱附近的菜市场高地。几名身着便衣的三角洲侦察员也在监狱附近的街道进行抵近侦察，然后他们就发现原本搜集到的相当一部分情报都要作废了，因为在战争爆发前夕，莫德罗监狱就被 PDF 接管。PDF 对监狱内的布防进行了重整，缪斯的囚室也被更换，这就让一切都变得非常麻烦。之所以 PDF 会突然接管莫德罗监狱，是因为诺列加试图将缪斯当作人质和美国谈判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之前的守卫得到的命令是一旦战争爆发就处决缪斯，但是新的命令反而让缪斯保住了一命。坏消息迫使三角洲不得不尽快开始行动，这也让他们成为了整场战争中最先出动的美军单位。1989年12月20日凌晨0点45分，行动正式开始，代号酸性策略。23名三角洲队员分别搭乘4架 MH6 小鸟直升机进入巴拿马城。计划很简单，
攻击小队降落监狱屋顶，随后通过爆破的方式进入建筑内部，分散寻找缪斯囚室的位置，途中消灭所有抵抗者，将缪斯带上屋顶，进入直升机离开。一个三角洲狙击手小队提供外侧火力支援，2架小鸟攻击直升机和2架 AC-130H U-0炮艇提供空中支援。但是在建筑物内部，三角洲就只能靠自己了。更麻烦的地方在于，监狱对面就是 PDF 的总部，敌人很容易就能支援监狱，所以在行动中这里会被优先打击。进攻前，一名巴拿马上校和缪斯见了一面，当时所有人都能听到建筑物外美军直升机的声音。上校对缪斯表示，如果两国开战，缪斯一定会死。随后上校对其他人说道，如果缪斯死掉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座建筑。而正是这句话最终救了缪斯一命。与此同时，天空上的小鸟首先使用 M134 7.62毫米机枪对监狱屋顶进行一轮火力覆盖，以消除潜在威胁。随后空中炮艇又向对面的 PDF 总部发射火箭弹。大院内的5座建筑物每一座都吃了3发105毫米高爆弹。美军的第一轮打击就摧毁了 PDF 总部的弹药库，随后这一建筑群发生了剧烈的火灾。建筑内外的巴拿马军人将全部精力用于防御自身，而且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弹药，因此之后整个行动，巴拿马军队的主力都没有支援监狱。在三角洲突击队降落前，提前埋伏的狙击手就清除了监狱附近的守卫，随后他们打坏了监狱入口的发电机，这使得整座监狱陷入一片黑暗。一片混乱中，突击队员降落在监狱屋顶，23人分为4组，其中一组将会留在屋顶，主要防御建筑物东侧，那里正对着 PDF 的总部。抵达预定位置后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预案中不存在的瞭望塔，这里并未在火力准备中被摧毁。三角洲要求瞭望塔上的哨兵投降，对方开枪还击，随即被击毙。与此同时，爆破手开始尝试破坏屋顶大门。按照原定计划 ，M60 炸药会被贴在铁门上，但是因为炸药粘贴的不够紧，且爆破手扯开引信时过于用力，导致炸药从铁门上脱落。按照三角洲的标准程序，此时需要等待30分钟，但是在当下这种情况，显然没有人能等这么久。行动指挥官看到这一幕时，整个人都沉默了。爆破手则和他面面相觑，几秒钟后，他命令爆破手把炸药装回门上。随着一声闷响，铁门被炸开，突击队随后进入建筑物内部。接下来的整个流程大体上比较顺利。在下楼的过程中，三角洲遭遇了一名 PDF 士兵，他很顺从地投降了，随后被解除武装带上屋顶。通过此人，三角洲获悉了缪斯的囚室位置，沿途还遭遇了几个 PDF 士兵，但是全部因为反抗被击毙。小队还遭到对面 PDF 总部3楼残存敌军的攻击，但是在又一轮空袭后， PDF 总部大楼彻底哑火，接下来就没有任何抵抗了，敌人好像全部都消失了。小队一路顺利地来到了3楼。三角洲之所以在监狱里没有遭遇太多敌人，恰恰是因为美军对 PDF 总部的攻击。根据缪斯事后回忆，在袭击发生后，本应处决自己的守卫反而去了警卫队长的办公室，他在办公室里向队长大声地解释发生了什么，可是他理解错了。因为 PDF 总部遭遇的打击远胜于莫德罗监狱，所以他误以为美军发起了总攻。随后在队长的带领下，监狱内大多数 PDF 都下了楼，前往对面的 PDF 总部构筑防线。他们这么理解其实也没错，因为美军随后就发起了总攻。大部队离开后，缪斯身边就只剩下了1名守卫，而且他还一直在和 PDF 总部通电话。按照原计划，1名队员会垂降到房间窗外，直接解决守卫。但是这一计划并未实施，因为守卫并不在缪斯囚室的门口。于是队员直接进入2楼，他在缪斯囚室对面的队长办公室，直接将通电话的守卫击毙。小队主力随后进入2楼，他们大喊：“缪斯，你还好吗？”缪斯回应：“我很好。”随后三角洲的回复把缪斯吓了一跳：“那就快点趴下，我们要破门了。”缪斯以为他们会炸开大门，但是突击手只是用霰弹枪打了门锁2枪，大门纹丝未动。随后破门手使用工业液压钳剪断了门锁。三角洲确认缪斯身体没有问题后，一名突击手对他说道：“圣诞快乐。”随后给缪斯穿上了自己的防弹背心、头盔以及护目镜。三角洲们护送着缪斯登上直升机。然而一切似乎就要这样顺利地结束了吗？在营救行动开始的同时，美军也对巴拿马发起了总攻，整个巴拿马城陷入一片战火，到处都是互相攻击的美军和 PDF，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交火。
混乱之下，缪斯所在直升机的飞行员突然发现了直升机前的一根电线。虽然他通过迅速拉高直升机的方式成功地越过了电线，但是由于直升机载重过多，直接丧失高度，从4楼下坠到1-2米的高度。飞机虽然还能动，但是却飞不高，只能贴地飞行，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。飞行员只能降落在一个小院内，三角洲迅速下机警戒，因为飞行员不愿意在此久留，于是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很快就能起飞。”三角洲们听到这句话，快速登机，但是其中2人并未系上安全绳，直升机便直接起飞了。而就在这一刻，直升机突然遭到 PDF 的地面打击，飞机尾部中弹，撞上周围的建筑物，在一整挣扎后坠毁在不远处的街道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一名三角洲腹部中弹，又因为没有系安全绳滑出舱门，他的队友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可是没曾想自己也没系安全绳，2人一起从6米高的半空摔向地面，伤员头朝地摔下去，直接昏迷，另一名队员则被摔伤。直升机坠落点还有一名队员被起落架压住了腿。一组5名三角洲一下子报销了一多半，他们只能先把缪斯护送到掩体后方，随后将3名伤员带回来，以几辆汽车为掩体建立阵地。除了3名已经基本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外，其他2名队员和2名飞行员都是轻伤。缪斯成为了唯一没有受伤的人，他负责给其他人处理伤口，还有行动能力的人负责警戒。缪斯也得到了一把武器，他必须保护自己。15分钟内，他们先后打退了几波进攻，但就在这时，队员们听到了履带的声音，他们可没有反坦克能力。一时间气氛陷入绝望，唯有缪斯完全轻松了下来。他非常坚定地表示，这一定是自己人，因为巴拿马军队只有轮式战车，只有美军装甲车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随后发生的一切证明了这一点。最先到达现场的救援部队是陆军的2辆 M113 装甲运兵车，缪斯一行人就此被接回美军在巴拿马的基地，整场行动就此结束。总的来说，并没有多么惊险，最大的意外反倒是一场夜间飙车和没系安全带带来的悲剧。不过这次行动也证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无论再周密的计划，也总会有意外发生。好了，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